最近很多人知道了山东的鱼头酒啊，包括 Deep Drink， 这只是我们山东的表面啊，这太小儿科了。我给大家讲讲我们山东什么情况，就几个例子，你自己感受，这些例子真实有效。我一个朋友，河南人，在中国海洋大学青岛上的学，985啊，研究生毕业之后他就留在了青岛啊。我们山东挖了一个河南的人才啊，河南人才流失也不少。研究生毕业他考进银行啊，其实这个工作很好的。他是下定决心留在了青岛，他甚至在青岛买了房子，他连媳妇都没有，但他就买房子了。但是他跟我说，他没想到工作以后是这样的。他说他们领导不把这些新人当人看，不尊重他们然后天天去干一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情，喝酒啊、陪酒啊，下了班全是酒场，没有任何进步的机会，只能是论资排辈。大概他说他副行长告诉他，45、6岁差不多能做到，当时他很年轻啊，45、6岁能做到副行长。他们总行有个调用的机会，就你去了用一用，有可能你就回来了。最后他做了个决定，他把青岛的房子赔钱卖了，然后去深圳总行了。我就在想，你这经历了什么呀？房子都能赔钱卖，也要走，也要离开山东。他在深圳混了几年之后，还真留下了人才，这缺人才。头2年他跟我说，他现在啊到地方行来，都是最起码都是副行长接待他。我们山东好不容易偷偷的从河南挖了个人才来，就这种风气，人家实在受不了了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一个亲戚，他本身是我们那的人，去了上海上了大学，回来之后没有好工作啊。我们山东有个情况，有些县城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好工作。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考公考编？你以为我们真喜欢考公考编？就是因为没好工作，知道吗？但是他就准备考公务员，但是公务员可不是你想考上就能考上的他没考上。就别说那么敏感，就托个关系进了某一个单位，在里面干活，相当于合同工，然后那里面全是关系户，各种初中毕业没上过高中啊，没上过大学呀，这样的小年轻，工资嘛1000多块钱，交个保险。你没听错，就是1000多。我们山东大把1000多的工作，你很多人听到这根本就不信，你不信不信由你吧。那个单位的领导呢，他是本身以前也是个，但是因为犯错误被撸下来，也50多岁，破罐子破摔。平时下了班呢，还要邀他们这少有的那么10来个人，经常去吃饭，这是领导的喜好。所以在我们山东是没人敢驳领导面子的啊。这个领导呢稍微有点不正经，还经常劝他的女同事喝酒啊，必须喝，还经常给这些女同事开点这种不要脸的笑话。我这个亲戚他就受不了了啊，他说我能不去吗？上班我认真干，对吧？我下班我能不去吗？他在南方上大学，谁见过这一套啊？他就有那么2、3次不去，他领导就给他穿小鞋，他的同事就开始排挤他，最后实在受不了就离开了。这才是我们山东最严重的问题，什么鱼头酒呀，什么这都太小 case 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山东省是一个极其不尊重人才的地方，极其浪费人才的地方。山东干活从来不看你是不是人才，是个人才你也是短暂的被利用啊，没什么意义。在山东你想混得好，酒量要有啊，能说会道，会溜须拍马，会伺候人，然后八面玲珑。当然这也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得会送礼，你得有人，导致外省的人才来了留不住啊，本省的人才流失的极其严重。但凡是去过外省，尤其去过发达地区，上过大学的，谁回山东啊？我初中上了个实验班，有兼职班，我们班人不多，30、40个人嘛，具体我忘了啊。我知道的，我们一个班在杭州的就5个人，也就是我们一个班10%以上的人在浙江杭州。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我还有一个亲戚很亲很近，他在上海当个官啊，他那个级别，他那个官到地方上，比如到我们县，可能也算一方诸侯了啊，绝对是个大官。他跟我说啥？他说他最害怕的就是被这些人投诉，所以他兢兢业业，真的是在为人民服务，想尽办法的解决这些问题。我说你这个级别，你至于吗？就后来我自己分析，可能是因为这上海人才太多了，你不干，你干不好被人投诉，或者犯错误了，有的是人顶上去。我这个亲戚没有背景，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，他纯粹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一步步爬上。就咱山东老乡，你听听，在山东可能吗？就是你觉得可能吗？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，17、18岁去了上海上大学，在上海待了8个年头，我对江浙沪非常了解，我经常去江苏跟浙江。现在大家听那个这里办什么1天办完只跑1趟什么，10年前他们就已经这样了，10来年前的事儿，现在的山东能办到吗？所以很多人问山东会不会成为第2个东北？
这些问题我可不知道啊，我也不敢说。